今でも真っ暗な空を思い出す。始められるのか。漆黑的天空不只是埋藏于男子的记忆深处，一段彻底改变自己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更是以偶像业界的立场去看待娱乐产业曾经有过的低潮期。偶像的寒冬时代，偶像羞耻的年代，呼应了现实世界的日本1990年间前半，的确有像宫泽理惠或是安室奈美惠这样，至今依旧活跃于业界，或者留下丰富又辉煌履历的代表人物。然而，偶像出道人数和活动规模的明显缩小，令人感觉整个业界开始有种停滞甚至倒退的氛围。解读这种现象的切入点有很多，如果综合各方论述的共通点，可以整理出以下的结论：在成为流行风潮的乐团来势汹汹之下，没有自行作词作曲的卖点。歌唱能力相比之下给出一种素人甚至接近卡拉 OK 的感觉，不仅表演的强度无法追上，从外表层面下功夫去包装的形象战略，还开始被乐团效仿，以至于偶像原本的优势不再突出，导致一个想尽办法靠着争取客群喜爱，市场却不断面临被并吞和凋零的业界。内卷而生的是放弃舞台表演，专注于外在走性感路线的写真偶像，以及即便杀出一条血路，偶像仍旧会被刻板印象的舆论怀疑存在见不得人的内幕而投以异样的眼光。当时有人说大众趋于喜好表演具有强度的实力派，代表偶像迎接泡沫化的来临。然而依照后来发生的事，应该更明确的说，有人以为偶像的时代迎来泡沫式的幻灭，但终究没有实现。至少在283事务所存在的世界里，一位至今仍被奉为传说，当年急流勇退之后依然吸引无数年轻人追随其后，简直像是只凭一己之力拉开偶像重返流行热潮的时代序幕。你可能在七草家二女儿的个人故事里，首先透过转述而得知粉丝对她的狂热，接着阴错阳差跟着这位崇拜者的脚步，逐渐明白当初名为传说的高塔，越是迈向登顶，却越是分崩离析的一砖一瓦。也有机会透过离开业界之后产下的独生女，明白她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角，以及或许被女儿过分解读，仍然具有相当可信度退役之后的人生。关于那位名字自从出现以来，一旦谈论到事务所存在感就挥之不去，也许是时候来专注于他曾经待在283事务所的那段往事，那双最后没能飞出海外的舞鞋，传说的偶像亚库莫纳米。亚库莫纳米的经历，除了透过 N 版原作去描述，在推出之后一直获得高度评价的官方延伸漫画，以事务员Nanakusa Hazuki 为叙事角度的作品 Jimudeki Shinography， 跟随闪耀 P 与 Hazuki 的共同调查，读者会明白亚库莫纳米从踏入业界到闪电隐退，偶像生涯逐渐明朗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从游戏剧情知道，原本的283事务所是在亚库莫纳米无意井退役之后不久休止营运。Jimudeki Shinography 则补述了他加入283事务所的时候，只是有点被拐骗，但立场上又无可奈何的处境。先是以陪跳舞者的身份被挖掘，由于脱口而出想要演出舞台的工作，为此什么都愿意做。他被带到了283事务所的第8育成部门，引荐亚库莫纳米过来的负责人，嘴上说的这里正好可以满足你什么都愿意做的主张。只不过从他对待部门负责人的用字遣词来看，此举一开始就谈不上什么热心推荐，纯粹是一种带有鄙视的还人情罢了。关上了门，把空间留给了不知所措的年轻女孩，和一方面颇有维持想让对方知难而退的成年男子。看似破局的单独会面，因为女方的一句话迎来戏剧性的后续展开。あなたならどうやって殺しますか？结合前后脉络去解读的话，亚库莫纳米的意思十之八九是指对于当时陷入寒冬的偶像业界，面前的男人要怎么这样杀出一条血路，让他能够脱颖而出。此话一出，忍不住令男子笑了出来。本来以为这个女孩子不适合，现在反而从不会跟偶像直觉联想到的内向阴沉中，察觉到了一丝匹配的潜力。邀请亚库莫纳米与他共舞的提议，说明身为偶像制作人驱使自己展开育成最原本的行动力，而他在各方面仔细的安排之下站上舞台的亚库莫纳米，事业方面真的平步青云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的确，这个女孩子近乎素人，她没有在演艺圈和别人一字排开之后，瞬间夺走所有人目光的魅力。同时，根据她和制作人的对话会发现，上台前不按到紧握的手掌，表演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这么做。每次谢幕之后，双脚更是会微微颤抖。
但是在那个娱乐市场主流追求活力的年代，那身总是付出全力，好似燃烧自我去耀演出的美丽，就会让人目不转睛，变得只想看着 Yakumo Nami。而且因为新人偶像需要达到的武道水准对他来说并非难事，观众看过表演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同样都是偶像，这个女孩子相比之下显得给人一种具备更多实力的感觉。让脚去适合鞋子，这个方针的核心意涵在于主张努力去调整自己迎合他人需求的这个过程，人会因为磨练而变得更好。他用在当时偶像行销手法的场合，也给出了偶像必须积极去尝试各种领域，才能让世人看见这个身份充满可能性，所以值得期待。一开始原本以演员为志向，为了圆梦只能硬是踏上偶像这条道路的平凡女孩 Yakumo Nami， 遇见怀抱雄心壮志，企图挑战颠覆世人刻板印象的偶像制作人天井努，一边摸索着什么是默契，一边向前踏步。两人三角式的合作关系的确令彼此在业界都站稳了一席之地，但是绑住双方最基本的信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慢慢松脱的缝隙。源源不绝的工作邀约自从出道以来根本没有停过，每当新的委托确定之后，天井制作人都会依照工作性质送给 Yakumo Nami 一双适合下一个舞台的鞋子，每一次都会是最适合的款式，就好像一直以来天井制作人对于工作的安排总会获得足以象征正解的成果。相反的，私下报名的戏剧试镜却从来没有合格过。体会到或许这正是当初会被推来第8育成部门的原因之余，一次又一次接受被他人给予的期待和鼓励，Yakumo Nami 如今感受到的更接近有如负担的沉重。即便心有疑虑， Yakumo Nami 和天井制作人之间仍然不至于产生真正的嫌隙，至少在他听见旁人偶然的说溜嘴之前还是这样的。不管怎么努力都调不回公司本部。泄露的是 Yakumo Nami 并不知道天井制作人之所以待在第8育成部门的背后真相，那是一种软性的降职，弄得不好甚至会因人而异酝酿成另类的合法遣散。被上司称为神童的天井制作人虽然很有做事手腕，作风却太过锋芒毕露，遭受棒打出头鸟掉入冷宫的人事安排。从当事人的叙述来看，名义上虽然是给出一个约束相对不受限制的环境，可是远离公司本部的不争事实，在天井制作人眼里看来就是坐冷板凳。会终结偶像的寒冬时期，要回到公司本部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以一个年轻又有能力，同时野心勃勃的社员而言，这样的动机绝对合情合理。问题在于对此只有片面理解的 Yakumo Nami 误以为对方只是把共创未来当作借口，自己在他眼里只是刚好在需要的时间点出现，有利用价值的道具罢了。面对这样切入点的摊牌，天井制作人一时间无法组织语言好好应对，扪心自问回到公司本部的初衷确实没有放弃。可是早在第一次 Yakumo Nami 表演完下台和自己碰面的那刻，他发觉望向自家偶像的身躯因为使出全力而颤抖，瞳孔中熊熊燃烧着美丽的光辉。当下占据脑海的只有思考着如何让 Yakumo Nami 可以被世界更加看见。天井制作人终究没有把内心的转变说出口，毕竟在同天下午 Yakumo Nami 才大喊出这才不是我。看着那头也不回逃离录音室的模样，自觉一厢情愿又与粉丝站在同一阵线的言论，也许事到如今对丧失了信任感的 Yakumo Nami 只会觉得更加于事无补而孤立无援。不，我想早在 Yakumo Nami 和天井努都不知道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已经孤立无援，以至于身不由己了。近距离泼向脸庞的饮料，直到做出这个举动的上一秒，身体的主人不论言行还是态度仍然和善亲切，反衬出紧接在后的那句你这家伙瞧不起我吗？明明没打算抛下那个身份，竟是讲些令人发困的废话。内心一触即发的嫉妒和渴望是多么深厚。Yakumo Nami 认识他，从还在当陪跳舞者的时候，到后来以偶像身份参加电视节目录影的途中偶遇。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女舞者是真心觉得 Yakumo Nami 很棒，过去一起跳舞的回忆有如美梦，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模样也令她称羡。然而只要一念之差，憧憬也会翻脸成嫉妒。积极想要拿走机会的那双手，觉得有合理的动机，在知道又徒劳无功之后，毫不犹豫为了宣泄不服气而动手。我认为 Yakumo Nami 原本决定不再去第8育成部门，再次偶遇认识了女舞者之后，却主动低头向天井制作人承诺不再逃跑的主因，是他从那名女舞者身上看见自己一旦放弃偶像的身份，最后会同样沦落的末路。
说到底，即使现在所有偶像活动的类型，并非出于雅库纳米始终的盼望，能够一步步朝演员的道路迈进，但是又有谁能够保证推开这个事与愿违的身份之后，多次连踏入真正理想的最低门槛都不着边际？到时候的他难道不会一样只能近乎衣不蔽体，和有权有势的人们交际来寻求援助呢？只剩下偶像这里了，这不只是雅库纳米退无可退的余地。就连接触过的业界人士对他的现状不约而同给出了大方向一致的评价，体会到没有其他的去处而顺从，但是反复游走于偶像和其他领域却又容易刺伤个人意志的做法，内心随之产生的压力和抗拒无疑是剧烈的。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事业版图扩张，成效丰硕，以至于后辈承先启后的拼命追随。到头来竞争者不断增加，为了不落人后，只好继续拓展偶像活动的领域，因此陷入了永无止境也只会持续变大的军备竞争循环。站在业界的角度，越多新血的加入，象征百花齐放无限的可能性。然而人不是没有极限的，圈子的从业人员看了出来，天井制作人有一天才看出来，那个心如槁灰，听见任何人的声音只会反射性官腔打招呼的雅库纳米，偶像生涯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以后了。那封递给自家偶像的信封，装的是身为制作人给出有别于过去的礼物。离开这个国家飞向海外，他安排雅库纳米到美国观赏一出音乐剧。从说明的用字遣词能够得知，天吉努的用意是想借此让他有机会争取和演技有关的工作机会。除了力挽狂澜去挽救对于表演工作的热情，接下来第二件安排则是令不知多久没有听见工作而眼睛为之一亮的雅库纳米，先是激动再三询问真实性，这才久违露出了笑容。将会制作配合出国时间点的全新歌曲，从歌词、编曲和表演风格，任由雅库纳米全权做主。只是当下没说出口的是，天井努其实打算用这个方式替彼此鉴别。面临偶像与制作人之间的关系即将告一段落，他剩下能做的是设法协助曾经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孩，这是真的能够朝向往的天空展翅高飞。如果能在离开前最后一次遵循自己的意志，用想要的方式传达想说的话，偶像生涯迎来这样突然的结束，虽然肯定会留下疑问，至少也能象征未来仍然存在梦想、充满可能性的契机吧。就算亲自来到这里，决定的事都不会改变。虽然不知道是被谁说死的，但我们可不打算让那些装腔作势的新闻报道占了便宜。而且你之前那些胡搞瞎搞，都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次就听我们的也说得过去吧。那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因为只有这件事，我们是绝对不能退让。我们的工作是给予人们梦想，不是吗？别以为这是一句会允许你只顾着自己自私的台词啊。后来的事情，很多人不看漫画其实也晓得。雅库纳米亲自设计的歌曲，歌名从是这样吗？被改成了就是这样。曲风也存在着最后公开的轻快版本，以及以后会被雪藏在橱柜里最一开始阴郁的曲调。雅库纳米也在预计搭机飞往美国的那个傍晚，第一次当面退回天井送给他的新鞋，请杀死身为偶像的我。天井努履行了约定，这个女孩子唯一以表演工作者身份实现的愿望，到头来只有成为偶像的自己宣告死亡而已。这个名字最后一次现身于媒体，是作为过去存在的公众人物被刊登在报章杂志的一小角，就像这个时间点的初代283事务所，也画下句点，被埋没在文献与人们的回忆里。雅库纳米的偶像生涯结束了。有人说这是一尊悲伤又象征诅咒的纪念碑，仿佛警示着意图踏入演艺圈逐梦的年轻世代。以为自己在台上闪闪发光，其实总有一天都会身不由己被强光吞噬。好像偶像总有一天都会毕业，所有的付出回头一看，终将跟着卸下身份一起消失。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论点真的完全正确吗？就算偶像生涯迎来不尽人意的过程和结局，雅库纳米跳跃的舞姿吸引并启发了无数的女孩同样踏上偶像之路。偶像的寒冬从此迎来新秀萌芽的春天。横跨不同表演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和展现的可能性，更相当扭转了很多人对偶像的刻板印象。从发展狭隘又一昧寻求粉丝的爱而令人觉得羞耻，反转为演艺圈的雏鸟与卵，在尝试与打磨之间寻找任何的可能性。现实世界中经常能听见有人抱怨，职场总是想找有经验者优先，但是没有实际工作哪来的累积经验？套用在偶像跟表演工作者的关系性，或许立场难免有些乳臭未干。
却也是不可多得，非常接近成长与实作真正能够并行的理想环境。也因为偶像能够冒着较低的风险，尝试性的挑战幕前幕后的不同领域，所以即便这个身份迈向毕业的那天到来，过去累积的经验会帮助每个人找寻下一步往哪走。而且就算最后选择回归日常，又好像作为偶像的必修课如何面对他人，几乎是任何身份都会需要的技能。我并非主张成为偶像，而是真心感慨从亚库纳米的偶像生涯看见了为了延续希望而不得不违背的个人愿望，实际上并非徒劳无功，造就了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私人的有如吸引了尼奇卡和卢卡，影响他们选择肩负重量也要继续与理想共舞。以整个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说，好像上述所言开启了偶像依然竞争但也更加自由的崭新时代。柴薪已经烧尽，然而点燃的火花早已蔓延。传说并非真正结束，从崛起到隐退，仿佛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偶像雅库纳米成为留下问号和惊叹号的一种永远。我是 Skimmer， 真的感谢你看到最后，可以和我聊聊隐退之前的雅库纳米，那就下支影片见喽。